让国家位置随机，二战结局会如何？注意，这不是历史地图，而是将欧洲国家重新排放的结果。我甚至将美国和巴西加入其中。本期进行大逃杀模式，那么各位长官，请将你支持的一国打在弹幕上。比赛现在开始，我们开启大逃杀开关，国家相邻国随机宣战。1936年1月，德国一上来就遭遇重敌啊，保加利亚、匈牙利、捷克斯洛伐克纷纷向其宣战。而要说战事的推进，还要说希腊。这次他们以极快的速度攻入山鹰之国阿尔巴尼亚，并在不到1个月时间将其占领。而附近合攻德国的保加利亚已经陷入危险当中，德国面临围攻根本不虚。1936年2月，德军占领保加利亚。这次想必你也发现了，波兰拥有一个福利，它既拥有原英国领土，又拥有土耳其领土。在第一个版图中，波兰正在进攻没有发生变动的爱尔兰地区，而在原土耳其领土上的波兰版图则继续与德国紧密相连。同时，英国也宣战了这个打破自己100年地位的国家。1936年4月，波兰占领爱尔兰，葡萄牙进攻瑞典，这是他们摆脱西班牙后扩大领地的最佳时机吗？另一方面，为北欧的法国则宣战了邻国西班牙。5月份，英国的宣战似乎没有对德国形成影响，后者正在加快吞并匈牙利的速度。美国此时伸手，也想从中获得战争利益，然而此地仍然被德国以一己之力占为己有。于是美国改变目标，宣战进攻奥地利。7月份，在法国的推进下，西班牙似乎已经不可挽回。通过谈判，西班牙失去了一切，并将该位置交还给瑞典。如此一来，正在欧洲西部被葡萄牙进攻的瑞典领土反而扩大了。但是这个局面并没有维系太久，因为北欧的瑞典领土很快又被法国所宣战。另一边，美国成功占领奥地利，并与罗马尼亚接壤。然而后者目前并不开心，他们被丹麦的牺牲力量连连打得后撤，有点气得说不出话来。而同时，一向中立主义的瑞士这次却尤为激进，配合芬兰一同猛攻挪威，仿佛就像把人生按完全相反的剧本来一次。这时戏剧性的一幕来了，因为法国的胜利致使瑞典进行了一次谈判，这次谈判竟然幸运地让葡萄牙的战果全部丢失。简单的来说，就是法国占领了北欧的瑞典，谈判机制触发，重置了瑞典和葡萄牙的版图。葡萄牙咬牙切齿，重新来过是该国独一无二的成就。1937年，罗马尼亚的反击打响，国家加大了征兵政策，假如被丹麦打败，实在过于屈辱。1月份，罗马尼亚证明了自己，淘汰了丹麦。同时，瑞士与芬兰的合攻致使挪威丧失了主要领土。不过，由于他们被替换的位置是法国，所以挪威还拥有非洲地区的殖民。1937年2月，葡萄牙苦尽甘来，在第二次进攻后，终于占领了瑞典领土。37年5月，法国怀念西欧的气候，于是他们决定从罗马尼亚开始，一路向南进攻。此时，英国也打破了与德国的僵持阶段，首相振振有词的演讲让英军士气大增。好在这一次他们不需要面临海战或者登陆战的情况。37年8月，没有改变位置的波罗的海三兄弟也免不了反目，一个不注意，立陶宛占领了拉脱维亚。1938年，瑞士正打算享受前所未有的胜利，然而他还是低估了潜藏在北部的小国，就像别人低估瑞士自己一样。比利时迅速爆发，完全让瑞士手足无措。这一次芬兰并没有帮忙，自己承担战争，后果可能是一无所有。瑞士战败后，通过谈判原领土挪威复活，让芬兰直接触发了应激反应，从而再次宣战了挪威。就这样，挪威第二次失去了自己的欧洲版图。但是结果还是不一样的，芬兰以战胜国的身份在谈判中获得足够大的筹码，致使挪威交出了非洲殖民区的控制。1939年，比利时也开始妄自尊大，想如进攻瑞士一样进攻芬兰，但刚开始接触，感觉就不一样了。1939年6月，比利时战败淘汰。1940年，芬兰宣战葡萄牙，意大利宣战法国。注意，这时候本期第二个馅饼从天而降。由于意大利的进攻，同时又因为法国未结束与罗马尼亚的战争关系，导致法国在战败后地区判给了罗马尼亚，而意大利则成为实实在在的大公国。不仅如此，罗马尼亚迅速宣战了意大利，以争夺整个北欧的控制。1941年，芬兰淘汰了葡萄牙，成功对接非洲，顿时整个欧洲主导地位立刻显现。芬兰迫不及待地宣战了美国，因为后者与德国的牵制关系，致使美德英维持的过于平衡，因此版图没有明显的扩大。这时芬兰的加入迫使美国的支撑摇晃，从而一泻千里。
在战争谈判过后，美国交出了南斯拉夫，以此获得保留。不过因大逃杀机制的原因，让芬兰和希腊联手彻底瓜分了美国。当然，希腊在所难逃，芬兰还是宣战了他们。另一方面，德国因美国的战败，将重心转移到英国，在这方面他们取得了突破。1941年9月，英国战败淘汰。1942年，芬兰宣战德国。对欧洲刚刚出现反应的苏联则宣战了意大利，勉强夺走了罗马尼亚的胜利果实。罗马尼亚并没有说什么，而是选择配合芬兰对德国战线发动进攻。1942年3月，德国被瓜分淘汰，芬兰的下一个敌人终于轮到了最有竞争力的罗马尼亚。然而，罗马尼亚军队依然不是芬兰的对手，似乎后者正在等待一个命运的对决。1943年，在罗马尼亚战败后，芬兰同时宣战了苏联和波兰。那一年的冬季战争还记得吗？1944年，波兰大面积战败，芬兰与苏联进行谈判，系统判定返还苏联领土。1944年8月，芬兰第二次发动对苏联的进攻。1945年4月，苏联战败淘汰，南斯拉夫躺赢了吗？当然没有。1946年，芬兰攻入波兰列颠岛。1946年2月，波兰淘汰，因此恭喜芬兰成功获得本期比赛的冠军。